最近你有没有发现，美股市场像坐上了过山车，上蹿下跳，如国际金价却一路高歌猛进，越涨越高。这些看似零散的金融动向背后，很可能藏着一个大动作。如果川普再次上台，他向全世界扔出了关税核弹，会引爆怎样的连锁反应？就在前不久，有消息炸开了锅，美国确认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所有中国商品更是要征收20%。这消息一出，股市立刻应声下跌。更糟的是，美联储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可能会萎缩2.8%。有人说，川普就是想玩一招狠的，打造一个北美优先的供应链，彻底摆脱对亚洲的依赖，顺便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国债，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起来。说白了，川普正在进行一场重塑全球财富格局的高风险豪赌。在这场牵动所有人神经的全球经济大戏里，我们手中的钱究竟该如何保值增值，甚至寻找避险的港湾呢？川普刚上任那会儿，这打出了一套关税组合拳，市场瞬间就炸锅了。过去1个多月，各国央行纷纷开始囤积黄金，其中英国和新加坡都是加快了把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家的步伐，搞得全球大量黄金都在涌入美国。有分析师甚至根据历史数据测算，到2025年底，国际金价可能会冲到每盎司3250美元。这场豪赌背后其实藏着3个关键问题：第一，川普心心念念的北美内循环真的能完全替代中国供应链吗？第二，那些关税收入真能堵上美债这底天文数字般的利息窟窿吗？第三，川普想通过保美债护美元的策略，真能挽救美元的霸主地位吗？咱们一个一个来聊。首先，北美内循环真的能替代中国供应链吗？当川普提到关税的时候，他可不只是在谈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堵关税墙来重建北美的供应链。咱们看看他这次的关税大刀砍向了谁，就能明白他的重点目标除了中国，还有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这个全球经济版图里，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共同组成了北美的经济铁三角，但这可不是美国一疆独大，而是这3国之间有着互补的分工。美国凭借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占据了北美 GDP 的85%，同时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一直以来都靠着出口技术创新稳坐全球高端市场的宝座，在技术发展领域更是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加拿大简直就是个资源超级大国，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它提供了美国的能源命脉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你知道了，加拿大每天向美国出口超过400万桶原油，占了美国原油进口总量的60%。没错，美国最大的原油来源不是中东，而是它的好邻居加拿大。加拿大出口的油砂资源甚至能满足美国未来50年的石油需求。这正是川普想抛弃经济全球化，全力打造北美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底气。除了原油，全球70%的钾肥都产自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这可是北美农业化肥安全的根基，也进一步稳定了美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基础。加拿大自己也是个农业大国，每年出口小麦超过2200万吨，占全球贸易量的15%，其中80%都销往美国。不光是传统能源，加拿大的铀矿还贡献了美国核电站燃料的40%，这是美国清洁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柱。加拿大的清洁技术专利数在全球都排名前4，碳捕集技术已经在阿尔伯塔的油砂田里应用了。墨西哥在铁三角里的地位也同样举足轻重，它每年向美国出口320亿美元的农产品。更重要的是，它是美国重要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同时扮演着近岸制造的枢纽，支撑着3国之间的区域供应链。墨西哥还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及零部件供应国，2024年它的美国出口的汽车价值高达1370.68亿美元，但墨西哥汽车产业的工人时薪只有4.5美元，同样的岗位如果雇美国工人，成本至少要翻7倍。各东墨西哥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非常低，大概只有30%，很多中国企业就是利用墨西哥的地理、政治和价格优势，接到墨西哥大量出口到美国，这也正是引发川普要对原产地进行核查的重要原因之一。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也让墨西哥国内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撕裂，比如离美国更近的北部工业区，人均 GDP 能达到1.8万美元，是南部贫困区的6倍，由此也引发了严重的移民问题。川普政府曾经多次威胁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除非墨西哥政府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最闹腾的一次是在2019年，美国以移民危机为由，宣布对墨西哥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5%的关税，并且逐月递增，最终迫使墨西哥承诺部署国民警卫队来拦截移民。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3个国家的互补性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被进一步制度化了。所以说，川普政府这次利用关税进行的是一场豪赌，在他手里，关税不仅仅工具，更是政治工具。摆在川普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平衡关税给北美农友带来的短期冲突和长期能给美国制造业带来回流、加强内循环的好处。要知道，在这场博弈中，美国也面临着囚徒困境，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不会乖乖和美国的行动，反而会去寻找其他贸易伙伴。这样一来，北美内循环不但无法加强美墨加协定，反而还有破裂的风险。北美3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可能会进一步弱化。
接着说第二个赌注，关税收入真的能填补美债这里天价利息的窟窿，以及川普护美债保美元的策略，到底能不能挽救美元的霸权地位？川普一上台，面对的简直是天崩开局，地狱难度，36万亿美元的国债高高悬挂。更可怕的是，在现有美债规模产生的利息和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高盛的模型推演显示，如果政策不变，到2028年，美国国债将突破5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家庭背负42万美元的债务。当美元信用都快被债务压垮的时候，川普想用关税开启贸易战来填补美债这个无底洞，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实际上，按照当前4.25%的联邦基准利率，到2028年，美国国债利息将吞噬掉财政收入的33%。要知道，在1980年代里根时期，国债利息仅占财政收入的15%，欧元区设定的债务危机警戒线是20%，而美国目前已经突破了这个警戒线。回顾历史，2011年意大利爆发债务危机时，利息和财政收入占比是28%，日本在2023年这个比例是24%，它还是靠着零利率和央行购债才勉强维持住的。和日本相比，美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2023年日本拥有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而美国目前是净负债34万亿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川普现在面临的国债局面简直是岌岌可危。目前美联储降息暂停，虽然每降息1%都能稍微缓解一些美债的利息压力，但代价是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而且就算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都征收关税，带来的收入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如此，还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和通胀加剧，迫使美联储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维持更久，由此引发恶性循环。眼下美国深陷财政泥潭，各国为了避免被拖下水或者被误伤，也在积极自救。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已经加速，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大量抛售美债，沙特石油也开始接受人民币结算，全球央行美元储备占比跌破60%，美元的霸权地位正在一点点遭到威胁。川普还想利用关税来制衡贸易伙伴，甚至是想让贸易伙伴帮忙牵制中国，但美国同样在这场博弈中处在劣势，原因很简单，哪怕美国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一年收入也不过2000亿美元，这差不多是美债1个月产生的利息，而关税带来的成本转嫁，不但会引起物价上涨，还可能引发关键产业的裁员潮。同时，北美内循环也并非全是美好。我们刚刚提到，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中，大约有30%是中国零部件组装的，其余加拿大。一旦它在关键物资上反制，比如限制油砂出口，美国和墨西哥的炼油湾将得损失40%的原料供应。摆在川普面前的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未来到底要靠什么来维系？川普的这张关税牌如果打不好，真的会引火自焚，最终很可能是美元的慢性自杀。那么在这种历史洪流面前，我们每个人又该如何守护自己的财富呢？如果你是激进型投资者，可能会在北美内循环中寻找新的机遇。按照川普的布局，要实现北美内循环，核心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墨西哥基建 ETF 作为近岸化的代表，拥有巨大的潜力。不过考虑到风险对冲，墨西哥比索汇率波动剧烈，搭建投资组合的时候可以考虑搭配美元对冲型 ETF。往北看，加拿大的锂矿股可能是下一个潜力股。锂矿作为能源转型的白色石油，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战略价值都非常高。位于加拿大的美洲锂业拥有全球最大的锂粘土矿，连马斯克都一直对它非常感兴趣。根据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 IRA， 电动车税收抵免的条件就包括电池材料和关键矿物的本地化比例。目前这个比例是50%，但到2029年计划实现北美电动车电池原材料100%本地化，因此可以预测加拿大锂矿的价格有望进一步攀升。随着联邦利率对民用住宅市场的影响持续发酵，市场的重心也在悄然转移。与民用住宅不同，边境工业地产可能会成为新的潜力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边境地区的工业 RES。如果你想稳健一些，那么避险3件套依然是首选：黄金、瑞士法郎和比特币。黄金的涨势这2年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了。一个小贴士是，如果你是美国海外的投资者，可以选择把黄金存放在新加坡或者瑞士的金库，以避免美国黄金储备法可能带来的冻结风险。瑞士法郎是全球唯一被法律强制要求至少有40%黄金储备作为支撑的主权货币。此外，瑞士央行独立于欧盟和北约，万一美元体系崩盘，瑞士法郎将是最稳定的避险资产。2024年以来，美元对瑞士法郎走强，可以趁着价格好的时候入手一些。比特币是中心化的底层逻辑，赋予了它抗主权冻结的保险能力。最夸张的例子恐怕就是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政府通过比特币募集了超过1.2亿美元的经费。只不过发展至今，比特币已经不再适合短期投机，靠比特币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更适合作为长期投资组合中的风险对冲工具。当然，我始终要对川普可能带来的股市波动保持高度关注。
相信在2025年，他一定会为我们创造出几个新的低点，给大家一个进场的机会。总而言之，川普想要救美债保美元的这条路道阻且长，而北美内循环的本质其实是旧秩序崩溃时期资源的重新分配。当全球化慢慢让位给区域博弈时，风险的定义也会随之改变。地缘套利和波动率收割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投资机遇。面对这样的局面，你又会如何选择呢？是选择黄金避险，还是抄底股市？又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还是会选择在这财富的乱世中当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吧。